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开播2小时热度破16000，连刷7集。我想说，惋惜这部剧要火了。2025年已过半，纵观上半年国产都市剧市场，真正能称得上爆款的作品，仍属凤毛麟角。除了年初口碑与热度双赢的《蛮好的人生》，许多新剧或雷声大雨点小，或高开低走，鲜有作品真正打动人心。然而，就在这个暑期档，一部曾被视为积压剧炮灰的都市剧《亲爱的你》，却在开播2小时热度破16000，首播连更7集后热搜不断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逆袭成话题黑马。这部由张一山、李沁领衔主演的作品，不仅在题材上大胆突破，还在叙事手法与人物刻画方面带来了不少惊喜。而随着剧情推进，万茜等实力派演员的惊艳亮相，也让观众直呼真香。今天，我们就来全面剖析这部作品为何能在都市剧同质化严重的当下，实现口碑与热度的双丰收。1、都市剧加轻悬疑设定，破局悬浮感。亲爱的你讲述了旗袍店老板徐天、张一山氏与相亲对象10点点李沁氏之间一段因长相相同的神秘男子周彤，同样由张一山饰演而引发的错综复杂又温暖治愈的情感故事。剧情在都市日常的基底之上，融入了失忆、幻象、双重人格等轻悬疑要素，使得整个故事兼具现实质感与奇幻色彩。开篇仅10分钟，一场暴雨引发的陌生人撞脸桥段便让剧情张力十足。徐天偶遇的周彤不仅与自己长相一模一样，还在短暂交谈后神秘消失。这一幕不仅引发徐天对自我认知的震动，也为观众种下了巨大的悬念：这是双胞胎、心理障碍，还是平行时空？疑点重重，却不故弄玄虚，节奏明快而不浮夸，为剧情埋下大量可供回味的伏笔。这种设定相较于传统都市剧常见的霸总恋爱职场争斗而言，无疑更具吸引力，也更能引发当代观众对身份认同、心理健康等现实议题的共鸣。2、并有 CP 设定，情感真实动人。与常见的爱情脑主线不同，亲爱的你的2位主角在心理层面皆有各自的伤痕与困境。徐天因童年创伤患上幻想症与社交障碍，封闭自我，抗拒亲密，而10点点则因记忆缺失症在情感关系中始终缺乏安全感。两人以治愈彼此的方式展开关系，在共同面对现实与幻象的过程中逐渐靠近、理解并获得成长。这种双向救赎的设定，比起传统的强者救弱者更具现实基础，尤其打动年轻观众的情感共鸣。观众评价道：“这才是真正的成年人爱情，是2个不完美的个体彼此试探、扶持、靠近。”这种从创伤中生出的情感，不是单纯的甜蜜，而是一种共苦后的理解与包容。而且剧中并未刻意回避角色的心理疾病，反而以细腻的笔触探讨了创伤记忆、身份撕裂等话题，使整部剧不仅停留在情感表达的表层，而是以都市剧为壳，包裹住了一颗现实主义的内核。3、张一山、李沁双线并进，演技细腻有层次。如果说剧情构架是吸引观众的壳，那么演员的表现则是这部剧真正的魂。张一山一人分饰2角，分别诠释了内向沉郁的徐天与阳光直率的周彤。在神态、语速、肢体语言上，他精准地区分了这2个角色。徐天讲话轻声低语，目光游离不定；周彤则动作大幅，面带笑意，眼神中带着活力与信任。没有夸张的外形变化，却有着实打实的心理建构。
这种自然式表演风格让不少观众赞叹，张一山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戏路。李沁此次饰演的石点点，虽然戏剧张力不如男主复杂，但胜在细节真实。他的悲伤从不张扬，只在悄然间泄露情绪，安慰别人时微笑淡然，转身后神色落寞。这种绵里藏针的表演方式极度贴近生活，也将角色的温柔与隐忍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对病友 CP 在前几集中的对手戏，情绪递进自然，不靠狗血台词推动，而是真正靠情境反应来传达情绪变化，是近年来都市剧中难得的有说服力的情感刻画。4. 惋惜惊喜客串，短短几分钟惊艳全场。虽然仅是客串，但惋惜的出场无疑为整部剧增添了高级质感。他饰演的花店老板，镜头中的状态极度松弛，低头剪枝，抬头皱眉，仅几个眼神，就把一个内心细腻、有故事感的都市女性形象立了起来。尤其是那句“花再美，也怕枯萎”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，恰如其分地呼应了整部剧的情绪基调。即便是短暂亮相，惋惜依旧完成了一次对角色的精准塑造，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他在后续剧情中的回归。5. 幕后班底扎实，制作水准在线。该剧导演徐冰此前曾执导过《在人间》等现实题材佳作，其擅长以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描绘都市中的温情故事，而在《亲爱的你》中，他依然延续了这种风格，淡化戏剧冲突，强调人物心理的缓慢展开。剧中的色调统一，画面处理考究，尤其是旗袍店与花店等场景布置，细节中透露出浓厚的人文情怀。再加上张瑶、李纯、尹房等一众配角的加盟，每一个小人物都散发出真实生活的烟火气，提升了整部剧的整体质感。在国产剧市场常年陷入甜宠霸总同质化泥潭之际，《亲爱的你》用轻悬疑加双向治愈的模式，为都市剧打开了新的突破口。它不靠浮夸剧情取胜，也不渲染过度情感，而是扎根于都市青年的现实困境与情感需求，讲述一个关于认同、陪伴与自我和解的故事。只要后续剧情不垮台，节奏不失控，这部剧完全有潜力接棒《蛮好的人生》，成为2025年都市剧中的又一匹黑马。眼下《亲爱的你》刚刚开播7集，热度持续攀升，口碑不断发酵。或许它就是观众等待已久的那一部真正懂我们的都市剧。